我是林晨，深耕田地整整10年，靠着常年积累和气象推演，察觉百年暴雨即将袭来，倾尽全部身家换防洪防线，落得众叛亲离，身边没有一人理解我的选择。喂，王哥，我那套婚房挂出去吧，价格合适，今天就签。林晨，你疯了？那是结婚的精装婚房，地段绝佳，现在卖亏太多了。不等了，急用钱。防洪堤坝，多级排水沟，果树钢架固根，地下盛设，集水调节池，整套防洪工程保守需要120万，存款40万，婚房出卖80万，车子18万，再加贷款，刚好凑齐。我已经赌上全部身家，别无退路。听说没？林晨把城北精装婚房偷偷卖了，130平的好房子，说出手就出手。不止房子，SUV 也被二手车行开走了，听说还向银行贷了几十万经营贷，里外投上百万。我就说这大学。有些人钱多烧得慌，好好日子不过，非要跟老天爷较劲。林晨，你家樱桃树是金子做的，至于花大钱搭架子防暴雨，口舌之争毫无意义，唯有把防洪工程落地，等暴雨降临，时间自会给所有人答案。这水泥钢筋用量比盖楼房还多，真是糟蹋钱财。沟渠挖的比人还深，好好果园不修农事，偏修战壕，纯属胡闹。林晨，你是不是被风水先生忽悠了？我活67年，从没见清风山山沟发过大水，何必多此一举？林老板，按你这标准，用料和工期都要加码，成本还会往上走。真要这么高标准施工？按图纸最高标准来，1分不能偷工减料。山洪不是小事儿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山洪防治有专业规范，沟渠端面、堤坝高度都按水文数据精算，旁人凭老经验妄下阶段，却不知时代气候早已变迁，百年暴雨从不会给人后悔的机会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你告诉我，婚房是不是卖了？车子是不是也卖了？是不是还贷了巨额贷款？是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跟我商量过吗？那是我们的婚房，是我们未来的家，你凭什么自作主张？佳琪，今年气候异常，百年暴雨将至，我必须筹钱加固果园，提前做好防洪准备。你只轻描淡写说可能下雨，从没说过要变卖所有家产，背负巨债。我以为你只是小打小闹排水，没想到你偏执到疯魔，真是恋爱脑牺牲品。男朋友瞒着未婚妻卖房败家，太离谱了。有话我们去旁边私下说，别当众难堪。就在这儿说，让全村人都听听你的荒唐行径。你这不是谨慎，是懦弱偏执，拿着我们的未来赌博，赌一场根本不会来的暴雨。我当初看上你踏实稳重，如今才看清你就是个钻牛角尖的疯子，把好好的日子亲手毁掉，让我跟着你负债吃苦，从来没考虑过我。这婚我不结了，你没有担当，不负责任，不配娶妻成家。
你真的想清楚了，绝不后悔。想得清清楚楚，你迟早会为自己的固执后悔。到时候别指望我心软回头。忘了告诉你，赵强早就找过我，人家稳重踏实，安分种地，比你靠谱100倍，你好自为之。陈娃子，听大爷一句劝，赶紧收手吧，拆掉钢架，卖废铁止损，别再折腾了。老婆都跑了，不值当啊！大爷，雨真的会来，我不能半途而废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？真是没救了！林老板，现在出了这事儿，工程还要继续推进吗？要不要暂时停工缓一缓？继续施工，一切按原计划进行。情分已断，无需留恋，唯有把防熊工程做到极致，才是对这片土地最好的交代。林晨这下彻底完了，房子车子没了，婚也退了，还背一身贷款，纯属自己作死。他就是自寻死路，花100万防暴雨，简直天方夜谭。趁他如今众叛亲离，人人嘲讽，正好趁机踩死他，独占马连村樱桃产业资源。我种樱桃20年，岂能被一个半路回乡的毛头小子一直压一头？县里评比，省城订单，次次被他抢风头，早就该让他栽个王主任，村东紧挨林晨果园那40亩核心地块，我想拿下流转权，还请你多费心。这不合适，林晨早就提前报备扩员，流程都走一半了，中途变更不合规矩。卡里5万块，算是给你公示的辛苦费。你只需以规划调整为由，暂缓林晨流转，后续重新评估，把地块划归我名下即可。操劳没人会深究。这事儿我来办，你放心等着消息就行。各位乡亲，各位老板，今天我做东设宴，一来感念大家多年照拂，二来有件事儿跟大伙儿说句实话。马连村的林晨大家都清楚吧？卖房卖车，贷款100万，瞎搞防洪工程，还扬言有100年暴雨。我种樱桃20年，从没见过这般离谱荒唐之事。他还能比气象局专业？纯属扯淡！我今日当众打赌，3个月之内，
林晨必定倾家荡产，跪地求饶。等他撑不下去，哪怕我嫌弃他那果园，只要他低头求情，我也勉强接受，给他留条活路。在座谁觉得林晨能赢，尽管站出来跟我对赌，钱财、土地、房产，我赵强一概奉陪。哈哈哈哈哈！既然没人敢赌，那我就替大家做主。3月后林晨破产之日，我在做东设宴，庆贺咱们马连村少了个偏执疯子。陈哥，你真的100%确定会有特大暴雨？万一预判失误，你可就真的一无所有了。你看山间那些深浅沟壑，都是历年暴雨山洪冲刷而成，不是一朝一夕能形成。我查了40年水文数据，马连河每8到12年必有一次大洪水，如今正好到周期窗口期。今年厄尔尼诺转拉牛塔，副热带高压偏强，所有气象信号都指向汛期特大暴雨。我不是凭空猜测，是10年数据积累，专业推演得出的。防洪堤按20年一遇设计，全部按50年一遇标准施工，堤深加厚20厘米，基础加深30厘米，浆气石标号提升1级，半点不能偷工。林老板，这标准远超村里常规做法，成本和工期都要大幅增加。安全第一，成本其次。山洪来袭，半点侥幸都不能有。单棵果树抗倾浮力必须达到500公斤以上，焊接点全部加固，杜绝暴雨大风倒房隐患。也太心急了吧！刚跟林晨退婚3天，就拖着行李箱住进赵强家洋楼，传出去名声多难听。什么自由恋爱，分明是嫌贫爱富攀高枝。林晨负债落魄，赵强有钱有地，换谁都想依附有钱人。当初订婚多风光，如今转头投奔情敌，未免太过现实势利。我以前真是瞎了眼，才会看上林晨那种偏执狂，做事好高骛远，不切实际。反观赵强哥，踏实稳重，安分种地，才是干事业的靠谱人。林晨还死守防洪工程，真不怕白费功夫。万一真下暴雨呢？纯属被迫上妄想症。马连河从没发过毁灭性大水，他年年借口气候异常瞎折腾，今年更是魔怔上头，根本不值一提。我打听清楚，今年只是雨量偏多，绝无特大暴雨。林晨纯属自己吓自己，早晚负债后悔。
沈佳琪太过分了，住进赵强家还到处诋毁你，说你偏执有妄想症，断定你一辈子翻不了身。赵强更是逢人就嘲讽你是马兰村笑话，赌你逼倾家荡产。他们这么肆意抹黑你就一点都不生气，任由他们颠倒黑白。当下争执吵闹毫无意义，既拦不住流言，也做不成工程。我唯一要做的，就是把防洪设施全部完善到位，守住果园。他们怎么说怎么贬低，都改变不了暴雨将至的事实。等天灾来临，真相自会大白，无需我多费一句口舌辩解。果子都快成熟了，暴雨连影子都没有，100多万彻底打水漂，还背一身债，纯属自作自受。好好果园弄得钢筋水泥遍地，浪费钱财心力，最后只剩一堆废钢架，得不偿失。5月17日，高空卷云显现，高层云前兆已现，降雨窗口正式开启，暴雨倒计时32天。李队长，麻烦带人再来一趟，对所有防洪堤坝、沟渠、钢架做一次全面复检加固，不能留任何隐患。这场雨着实罕见，87毫米大雨，多少年没遇过。凌晨那套排水防洪设施真管用，他家一点积水没有，看来他不是凭空瞎说。只是巧合而已，一场普通大雨不算什么，他预言的100年大暴雨根本没来，依旧是瞎折腾。没错，我就抽了半小时水，现在地里干爽爽的，凌晨就会大惊小怪，危言耸听。就是，凌晨无非想显摆自己有水平，结果呢，简直是自己打脸啊！6月7日，暴雨倒计时正式归零，100年一遇特大暴雨即将全面来袭。林老板，看这天色太吓人，要不要提前做好人员避险准备？全员做好防护，坚守果园值守，守住设施即可，切勿贸然外出涉险。
7天特大暴雨肆虐山河，百年天灾如期降临。马连村及周边果园惨遭毁灭性打击，绝收遍野，民生哀嚎，所有人都被天灾打垮。唯独我的果园，凭借提前布局的全套防洪工程，安然无恙，硕果累累。完了，全完了！5年心血，整年投入，全都没了。难道林晨真的预判对了？我嘲笑他，算计他，到头来输得一败涂地的竟是我自己。我才是那个偏执愚昧的疯子。林晨的坚持不是荒唐，是远见。我的嘲讽与算计，终究反噬了自己。这不是天灾损毁，是人为故意破坏，刻意挖断排水渠，改水流向，加重周边果园受灾程度，性质极其恶劣。赵强，你涉嫌故意破坏防汛设施，违规占用防洪两地，行贿村干部，已造成重大灾害损失，现依法对你传唤调查。陈娃子，大爷对不起你。当初带头嘲讽你，劝你收手，是我老眼昏花，固守老经验，看不清天灾形势，冤枉了你的一片苦心呐。大爷不必自责，大家都是按多年种地经验判断，无可厚非。后续我帮你规划复原，免费提供技术指导，明年还能重新丰收。人家明明看得长远，布局周全，我们反倒群起嘲讽，真是愚昧短日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当初他耐心跟我解释暴雨风险，我却固执不听，当众羞辱。他倾尽身家守护果园，我却跟风嘲讽，投奔情敌。如今才看清，我弄丢了这辈子最好的归宿。不配娶妻成家。是我目光短浅，贪慕虚荣，错把偏执当疯魔，错把小人当依靠。我不该背弃真心待我的人，如今悔不当初，只想放下脸面，求他再给一次机会。
这不是沈佳琪吗？当初狠心退婚羞辱林晨，如今来果园想干嘛？一看就是后悔了，想来求复合。早当初何必那么绝情？林晨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错了。当初我不该不相信你，不该当众羞辱你，不该赌气退婚投奔赵强。我是一时糊涂，被人蛊惑，求你原谅，给我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。我以后一定安分守己，好好陪你过日子，再也不会失礼任性了。你说一时糊涂被人蛊惑，那你当众扔掉订婚戒指，恶语贬低我的时候，有人逼你吗？你四处散播谣言，嘲讽我偏执疯魔的时候，有人蛊惑你吗？我不恨你，但绝不会再接受你。你不是糊涂，是本性嫌贫爱富，目光短浅，低谷弃我而去。如今我逆风翻盘，又想攀附而来，未免太过可笑。当初你弃我于低谷，冷眼嘲讽；如今我登顶逆袭，虚你高攀。你走吧，往后不必再来纠缠。我做15年水果采购，从没见过品质这么顶尖的樱桃，糖度远超普通品种，品相口感都是顶级水准。今年气候特殊，加上全程防洪细细化管护，才有这般品质。很快。林老板，这批樱桃我全包了，价格你随便开。可以合作，但要签独家供应协议。你们超市高端樱桃只从我这里拿货，售价高于市场价30%，保证双方利润。军哥，咱们彻底火了，订单爆单，各大商家抢着合作，这下真的做大了。不必急于扩产扩张，先稳住品质和口碑。口碑永远比短期订单更重要。踏踏实实做好每一季樱桃。全村受灾，唯独他家完好，这预判和格局太牛了。卖房卖车抗暴雨，被全村嘲讽，如今逆风翻盘，打脸所有偏见者，拒绝势利前女友，专注深耕农业，这才是真正的新农人榜样。我没什么宏大想法，只是深耕这片土地10年，敬畏自然，相信数据规律，不怕旁人嘲讽，只怕自己辜负心血，错失预判。种地不是靠天吃饭，靠的是用心钻研，提前布局。种地不能固守老经验，要学会看数据、查规律、懂防护。气候逐年变化，靠天吃饭早已行不通。唯有科学种植，提前防灾，才能稳住收成。农业没有捷径，唯有日积月累，观察记录，深耕钻研，敬畏自然，提前布局，才能抵御天灾风险。还有星盘的世界性规律。林老师，哎呀，管家上了。请坐。你这样有远见、有技术、有担当的新农人，是县域农业发展的希望。县里全力支持你扩园发展，带动村民共同致富。感谢政府扶持，我会稳步发展，优先稳住品质，再逐步带动村民科学种植、防灾避险，一起做大樱桃产业。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，属于这片土地，属于深耕农业的每一个人。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预判与坚守，未来会继续扎根果园，钻研技术，带动乡邻，助力乡村农业发展。
陈娃子，多亏有你帮扶，不然我这老园子彻底废了。当初我瞎眼嘲讽你，你还不计前嫌帮我，大爷打心底儿服你，敬你。都是乡里乡亲，互帮互助本是分内事。过往闲话不必放在心上，好好打理园子，明年定能丰收。这些两头族呢，在黄沟和7点种淤泥，又炫起米化了。大家都是靠地谋生，天灾面前人人不易。过往偏见闲话，就此翻篇。往后一起科学种地，共同避险庄收就好。不计人过，不念旧恶，守住本心，守住土地，带动乡邻共度难关，才是比名利财富更有意义的事。林老板，你的樱桃品质顶尖，品牌名气已经打响，建厂深加工能大幅提升附加值，带动全村樱桃统一产销，实现共赢。陈哥，现在订单供不应求，咱们直接流转周边土地，扩大种植规模，趁机做大做强。扩园可以，但不能盲目跟风。农业讲究因地制宜，循序渐进，先建好深加固产业链，稳定品牌口碑，再逐步适度扩种，把控品质永远放在第一位。未来不仅要做鲜果销售，还要做深加工，做乡村采摘文旅，打造一体化樱桃产业，带动全村抱团发展。一时爆红不算长久，搭建完整产业链，带动乡邻共同致富，守住品质初心，才能让马连村樱桃产业长久立足。当初放着踏实能干的林晨不要，非要攀附赵强，如今落得两头落空，纯属自作自受。当初当众扔戒指羞辱人家，现在想回头也没脸面，谁也不会再接纳他。是我亲手弄丢了最好的归宿，被虚荣和短视蒙蔽双眼，如今再后悔，也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年轻人看人要看本心，不能只看眼前钱财地位。林晨踏实有担当，有远见。你当初太冲动势利，错过便是一辈子。往后踏实过日子，别再贪图虚荣了。选择决定命运，他为自己的嫌贫爱富、短视于王付出了终身代价。他终于明白，真正的幸福从不是依附财富，而是坚守本心，识人识心。可惜醒悟之时，早已万事成空。所有的流言、背叛、算计、天灾，都化作成长的历练。我守住这片土地，守住初心，坚守，便守住了人生所有的圆满。
牵头成立樱桃种植合作社，统一提供果苗、技术、防洪规划、储销渠道，带动全村抱团发展，规避天灾风险，打造马连村樱桃特色产业名派。